大家好，我是圆圆。今天的影片，我想回答一个我常常被问的问题：我有没有台湾的驾照呢？你如果已经很久看我的影片，我相信你已经知道答案是什么。不过我今天会分享更多关于这个主题。对，我有台湾的驾照，这个是我的机车的驾照，这个是我的汽车的驾照，我两个都有。我几乎每一次拍影片，如果我讲到我的机车，还是如果看到我在外面骑机车，好像每一次都会有人问我，圆圆，你有没有机车的驾照？然后我觉得这个问题啊，我如果是台湾人，你会问我吗？我相信不会。还有另外一个状况是，我如果去台湾旅行，我去别的地方，然后我想租一台机车，我去一家出租机车的店，然后我跟老板说我想租一台机车，然后常常啊不止一次哦，老板回答，但是你没有台湾的驾照，所以我不能租给你。我真的很讨厌这个回答，他根本没有问我有没有台湾的驾照，他直接判断我没有，他直接看到我的脸，我的外国人的脸，然后觉得这个人一定没有台湾的驾照，所以我要直接说，不可以租给他。我觉得这样超级不商业化。你想做生意吗？你应该先问我有没有台湾的驾照，然后我会说有，这是我的驾照。但是你直接说不能租给你，因为你没有台湾的驾照，我觉得很歧视，很不 OK。所以这是我今天要拍这个影片的原因。其实我刚刚小抱怨这些事情，但是我也可以了解为什么呢？其实台湾人问这个问题还有一点点的道理。第一，其实很多台湾人不知道外国人也可以申请台湾的驾照，他们可能以为只有台湾人才可以申请，还是他们不知道对外国人的规则。第二，其实我要承认的是，在台湾很多骑机车的外国人真的没有驾照。为什么没有驾照呢？其实有一些原因我要解释的。一直到几年前，你如果要去考试台湾的驾照，你需要一个超过1年的居留证。然后呢，其实很多外国人来台湾上班，他们的居留证只有6个月。然后其实他们每一个6个月都会申请就是下一个6个月的居留证，所以他们从来都没有超过1年的居留证，所以根本没有办法考机车的驾照。台湾除了台北以外，骑机车真的是很正常的事情，你真的需要机车才可以行动。有一些城市现在越来越有捷运，还是他们的公车的系统是蛮好的，但是台湾大部分的城市还是要骑机车才可以。所以你如果没有给外国人一个机会考驾照，他住在一个没有捷运、行动很不方便的地方，还是一定要骑机车啦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了解有一些外国人就算没有驾照，还是就是决定要骑机车，因为真的需要。不过呢，现在不一样哦，因为现在其实几年前，那些规则改变，现在你只需要6个月的居留证，还是可以去考机车的驾照。所以现在呢，没有借口。现在如果有半年还是超过半年的居留证，你真的可以去考机车的驾照。对啊，其实你没有驾照还是骑机车真的很不好，因为你没有保险。如果有任何的问题，都是你自己的错，然后保险不会过。所以我真的不建议你没有驾照骑机车。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可能是很多外国人有短期的看法，他们可能没有想到他们会住在台湾很久，然后本来就是觉得很快，可能过了6个月还是1年要回家。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没有驾照，开始骑机车，然后不小心在台湾很多年，还是没有去考。我就觉得你如果决定要住在一个国家，你要遵守那个国家的规则。入境随俗这个成语真的蛮重要的，就是一个很基本的礼貌，你要遵守一个国家的规则还有的法律。好，下一个问题呢，考台湾的驾照很难吗？我们讲到机车好了，考那个笔试其实有英文的版本，所以如果是外国人，如果中文不好，没关系，你可以考英文的版本，所以真的没有借口，好不好？然后你要考骑的那个考试，其实你如果有骑机车还是骑摩托车的经验，那我觉得真的不难。因为我在法国小时候，其实我们有摩托车，在乡下我们有摩托车，所以我夏天常常会骑摩托车。我觉得摩托车的控制很 OK， 所以我去考试觉得没有那么难。不过
那个10公尺7分钟那个阶段，其实我觉得蛮有压力的，因为不管你骑多好，还是有一点的难度。你如果完全没有骑机车、骑摩托车的经验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的难度。但是呢，其实台湾很多地方可以练习骑机车。我会在这边写那个名字，然后会在影片的下面写台北的某一些地方。我之前帮 Lucas 去练习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去那个河滨公园附近的一个有点像停车场，然后那个地方真的是考试一模一样的样子，你真的可以去那边练习。那些地方真的是为了大家去这边练习，所以欢迎去那边，真的蛮方便的。然后你如果是外国人，你想考试，但是你不太确定要怎么做 ，Google 会有很多网站会跟你说清楚要怎么申请，没有很难，你就是不要太懒惰而已。好，下一个部分，其实我发现很多人觉得有国际驾照就可以了。有国际驾照就可以吗？不是，其实国际驾照很多人会误会。第一，你如果不太确定，你搜寻国际驾照的规则，因为我现在要讲到的可能没有100% 的清楚，你只要上网，你可以找到更多的资料。国际驾照就算它的有效的时间有3年，但是它的意思不是你可以住在一个地方3年，然后一直用那个国际驾照，不是。国际驾照是一个为了旅行的一个驾照，所以你如果去一个地方旅行，可能几个礼拜，你可以用国际驾照。但是你如果有一个国家的居留证，你如果住在台湾，真的有台湾的居留证，其实那个规则是超过6个月，你不可以用国际驾照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在台湾过了6个月，还是要考台湾的驾照。对。然后我发现这个部分很多人不知道，很多人觉得我有国际驾照，所以我就可以了，不是这样。而且呢，我要加一件事情，就是你如果要在台湾租一台机车还是租车，他们通常不会接受国际的驾照，他们真的要一个台湾的驾照。好，那法国的驾照呢？我可以给你看，这个是我们法国的驾照，很奇怪，它是永久的，然后你可以打开，它是这样子，就是很奇怪，很不好看呢。我觉得我们都会笑这个东西。这个驾照其实我们都觉得它很像法国的卫生纸，因为法国的卫生纸是粉红色，那个圆筒形的。其实这几年法国有另外一种，就是真的一个卡片，但是我没有申请，因为我这几年都不在法国。现在的驾照比较好看。好，这个影片到这里，希望你喜欢这个影片。那请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我的 YouTube 的频道已经有138个影片，所以你可以慢慢去看我之前拍的影片。你关于这个主题还有问题吗？你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会回答。然后我跟你说，下礼拜见，拜拜。